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修仙界第一剑道天才贴身之物，假一赔10。这女的疯了吧？玄机长老可是化神期大能。嘘，青云宗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玄机长老欠了一屁股赌债。苏夭夭，宗门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随我回宗受审。张长老急什么？好不容易有个客人，别给我搅黄了。你厚颜无耻，拿下！各位道友，今日暂停营业，想看后续，请移步青云宗主峰大殿。为何做出此等有辱门风之事？回掌门，弟子实乃无奈之举。我师尊玄机子欠赌债30万，其他加起来共计外债88万灵石。启禀掌门，玄机长老出关了。孽徒，为师我一生光明磊落，定是你打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。光明磊落？你敢说没去过天运赌屋，没拿镇山神兽抵押？这是你上次输光灵石被人按在赌戳上印下的屁股呀！苏夭夭，你我师徒恩断义绝，求之不得！你这老不休，我今天就判出师门。够了，都给我滚！去后山灵兽园打理分辨。弟子遵命。唉。孽徒，这都是你惹的好事。切，好意思说？你什么你？要不是你欠那么多债，我至于去卖你的破衣服？那也是你自作主张。那你倒是还钱啊！算了，为师不跟你计较，你赶紧去干活吧。凭什么？欠债的是你，要干一起干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去。为师这双手是用来握剑的，不是用来干活的。苏夭夭，你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师傅啊？对了，老家伙，你不想干活是不是？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那行，我有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为师可没教你这些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搁我面前还装正经，等我好消息吧。你怎么把这人给绑来了？让御兽宗的人来干活，对口吗？他可是御兽宗少主，你给他放了吧。为师可不想惹麻烦。老家伙，我有个计划。我们这你是想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一会儿可要认真点。这还不简单？你们是谁？绑架我干什么？我爹可是御兽宗宗主。少主别慌，我们是你父亲的朋友，来给你安排专属试炼的。宗门令牌，父亲终于要认可我了吗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所以后面你要听话接受试炼。那试炼是什么？不急，你先把委托书签了吧。好，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试炼内容。给这孽徒搞来的假委托书还真有用。林少主，今天起我们正式开始试炼。父亲为了我居然如此用心，那你就从旁边的小分堆开始吧。好，林凡定不辜负宗主的期望。庶子，敢辱我宗少主！坏了，御兽宗的人找上门了。孽徒，你自己惹的祸，你自己扛。你这老登，变脸比翻书还快，慌什么？我们是有手续的。对啊，我们是他少主的试炼监护人。少主，这两个贼人有没有伤害你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负责你家少主试炼的导师。满口胡言乱语！我先躲会儿。长老，他们不是坏人。少主，您别说了。别！你这妖女给少主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哎呀，你骂谁妖女呢？掳走我宗少主，你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？我们只是在学术交流。没错，导师是在考验我。少主，你叫他导师，你被下蛊了。这是父亲为了考验我，专门请的试炼导师。而这座粪山是洗尽铅华、感悟大道的圣地。完了。
主本来就傻，这可怎么办？林受主不愧是御兽宗的绝顶天才，才短短半个时辰就已经领悟了试炼的初步真谛。林宗主若是知道，定会十分欣慰。也还好了。宗主去东海闭关了，怎么可能委托你？林宗主自然是秘密委托我们的。不过你这样闯过来，还大呼小叫，不仅打扰了你家少主试炼，还破坏了规矩。规矩，老夫今天就先劈了你，再砸了这破园子。林少主，看来试炼没办法进行了。别，不能中断试炼。少主，快跟我回去吧。看来你家这长老是铁了心要毁你前程啊。别走，我去跟他说。大长老，你再劝我走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我的试炼绝不能半途而废。这傻小子。少主，你让开！这妖女满嘴胡言，你千万不能上她的当啊！我不让。大长老，你根本不懂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你们现在带我走，就是让我做一个半途而废的懦夫。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继承御兽宗？好，你说是宗主委托的，证据呢？空口无凭，老夫凭什么信你？大长老要看证据，早说嘛！这就是林宗主亲笔签署的试炼委托书，上面还有他的掌印。你要不要拿回去找人鉴定一下？这算什么狗屁证据？这分明就是你随便找张破纸画的符，这掌印也是假的。大长老撕得好！既然你们御兽宗不认账，非要毁约，那这试炼我们就停了。林凡道友，你也看见了，不是我不教你，是你们长老不让你。大长老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撕了父亲的委托书？既然如此，人你们可以带走，但这赔偿你们今天必须留下。赔偿？什么赔偿？老夫没找你要伤费就不错了，你还敢管我要赔偿？大长老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林凡道友不小心踩坏了阵法核心阵眼，这阵法算是彻底废了。你管这块破砖头叫阵眼？你当老夫是3岁小孩吗？大长老不信可以自己看，这是阵法损坏评估报告，阵眼碎了，整个阵法灵气外泄，而且这个阵眼还没办法修复，造成的损失我刚才算了算，零零总总一共10万灵石。大长老，现金还是刷卡？你这妖女找死！你这人怎么还准备赖账呢？还敢胡说八道！老家伙快出来！你的10万灵石要没了！你是青云宗的玄机长老，那个曾经的修仙界第一剑道天才。你想抢我的钱？玄机长老误会了，是这个妖女，不是这位姑娘，她拿一块破砖头讹诈我们10万灵石，这根本不合规矩啊！我徒弟说那块砖头值10万，它就值10万。我徒弟说你们弄坏了阵法，你们就是弄坏了阵法。老夫现在心情很不好，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马上把10万灵石拿出来；第二，老夫把你们全砍了，自己从你们尸体上搜。老夫已经很多年没杀过人了，你们可以试试我的灵气还快不快。玄机长老，这里是10万灵石，1块不少。现在我们可以带少主走了吧？钱是够了，但是人你们带不走。你还要干什么？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扣着我家少主不放？大长老，你搞清楚，不是我扣着他不放，是他自己不愿意走。林凡道友，你要走还是要留？你们回去吧，替我向父亲大人问好。等我铲完这座山，感悟了大道，我自然会回宗门。哎呦，我的宝贝灵石啊！老夫多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乖徒儿，你真是为师的福星啊！随便忽悠2句就能弄来10万灵石，比为师去赌场赢钱快多了。以后你就是为师的亲祖宗。慢着，老家伙，你想吃独食？乖徒儿，为师刚才可是出了大力了，要不是为师用灵气震慑住那帮老包子，这钱能到手吗？为师拿大头，理所应当。这10万灵石是咱们天道集团的第一笔风险投资。按照规矩，我是 CEO， 我负责统筹规划和资金管理，这钱必须放在我这里。不行，什么天道集团绝对不行！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管什么钱？为师外面还欠着几10万的债务呢，这10万刚好拿去还天运赌房的利息，不然他们又要来宗门泼油漆了。还债务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把这钱拿去填那个无底洞，连个响都听不到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钱不还，人家真会砍我的手。把钱交给我，我保证不出1个月，我让这10万灵石变成100万。到时候你不仅能还清债务，还能正式成立咱们的天道集团，挺直腰板去天运赌房当大爷。100万，
你当灵石是大白菜啊？说变就变，你打算怎么弄？当初那道该死的空间裂缝，将年幼的我从修仙界甩出，扔进了一个凡间叫纽约的城市。我还记得自己穿着破烂的道袍，视角用雨夜里看着为汽车的钢铁怪兽呼啸而过。在那里，我没有灵根，但我有脑子。我很快就明白，那个世界有一种比灵气更强大的力量，他们称之为资本。后来，我穿着几千美金的西装，站在落整个城市。我学会了将一切事物打包、定价、上市，学会了用别人的钱来生钱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站在那个世界顶端的时候，又一道空间裂缝将我蛮横地拽了回来。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修仙界，我曾一度迷茫，但现在我懂了。老家伙，你听说过盲盒吗？你听说过下沉市场吗？你听说过裂变营销吗？什么盲盒瞎盒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把整个修仙界的垃圾包装成他们买不起的样子，卖给他们。这10万灵石就是我用来进货的本钱。你现在把钱给我，你就是天道集团的原始股东，占股10%。好，为师就信你一次。放心吧，老股东，跟着我干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众生平等，大道至简，这是父亲的考验，我不能退缩。乖徒儿，你这迷魂汤灌的也太狠了吧！这小子好歹也是个金丹期，脑子怎么跟木头一样？让他搀扶他还真馋啊！老家伙，你懂什么？这叫提供情绪价值。这些大宗门的天骄从小被保护得太好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他们最缺的是什么？是挫折，是磨难，是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自我感动。我要把这个高端历练业务做大做强。丹鼎宗少宗主心魔重，种地1个月5万灵石；万面宗剑持奋山打坐8万灵石。你疯了吧？让他们来种地打坐，还要收他们几万灵石，他们凭什么给你钱啊？凭什么？凭你玄机子当年第一剑修的名号。不行不行，我还要脸呢！要是让修仙界同道知道老夫收钱教人铲屎种地，老夫的名声就彻底臭了。你还有名声吗？你欠了88万灵石，屁股印儿还在天运赌房挂着呢。只要咱们把业务做起来，形成品牌，以后咱们就叫天道书院，你就是院长。到时候全修仙界的灵石都会像流水一样进咱们的口袋。那第一步怎么做？咱们拿着10万灵石，先去坊市搞点暴利小生意。咱们来这破地方干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下沉市场，变废为宝。大商行利润太低，这里才有100倍回报率。这位仙子，看看废丹吧，为灵兽正好。这堆破烂我全要了，多少钱？仙子爽快，50块下品灵石，您全拿走。50？抢钱啊！5块灵石，多1块都不要。仙子别呀，10块总行了吧？成交。这小丫头怕不是傻的，买这么多破烂，估计是穷疯了，买不起好东西吧？够了，买这些破烂干什么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买的不是垃圾，是修士们一夜暴富的梦想。你还有没有私存的宝贝？我可没有。瞧你那点出息！我要做修仙界最伟大的发明——天道盲盒香。走，回宗门，明天让整个修仙界为咱们疯狂！林凡，别铲了，过来干活。苏导师，有什么新的试炼任务吗？今天的试炼任务是流水线包装工人。导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们天道书院的创收项目。林凡，你负责把这些废丹和破件清洗干净，不要一点泥土。老家伙，你负责把那些废符纸裁剪成一样大小的方块，我来负责核心制作。老夫堂堂化神期，竟然在这里剪纸片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就说你在练习微观剑意。这就完了？当然没完，这叫普通款盲盒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买的人在打开之前根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废丹、破铁。可是导师，如果大家打开发现都是垃圾，那谁还会买啊？这不是骗人吗？问得好，所以我们需要诱饵。老家伙，
把你的宝贝拿出来吧。不给钱就不还债务。给你，给你。这个叫隐藏款和极品款。我们低价开盲盒，只要有一个人花10块零食抽中了极品零食，那其他人就会疯狂，他们会觉得别人能抽到，我凭什么抽不到？没错，这就叫赌徒心理。那我们赶快干活，准备敲锣打鼓，今天咱们要去收割全修仙界的韭菜了。天道集团首发天道盲盒，一抽改命，10连必出极品，搏一搏，单车变非洲。各位前辈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修仙之路才履法地，什么最重要？机缘最重要。苦修100年，不如别人捡本破书；倾家荡产买丹药，不如地摊淘个破刀片。这苏瑶瑶真是个妖女。今天我们天道集团是来送机缘的，这就是天道盲盒，里面装的可能是上古丹方，可能是化神期剑诀残卷，也可能是极品零食，当然也可能只是一颗普通的聚气丹。小丫头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真有极品零食和上古剑诀，你自己不留着，拿出来卖。这位道友问得好，因为我们天道集团的宗旨就是让天下没有难修的仙。我们老板说了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要把鸡汤分给全天下的有缘人。一个盲盒只要10块下品零食。10块零食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10块零食，你可能就买到了直通元婴的大道。我买一个。好嘞，这位道友一看就是气运之子，请道友当面拆盒，让大家沾沾喜气。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苏师姐昨晚特意把那个装了极品零食的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我的天，真的是极品零食，这怎么可能？10块零食开出极品零食，这小子祖坟冒青烟了吧？我要100个盲盒，给我来50个！别急，我要10连抽。这简直比来钱还要快1万倍。修仙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金龙皇帝回来了。累，太累了，是心累。发了！老夫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收钱收到手抽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算是彻底感受到了。我是玉寿宗少主，从小不缺钱花，但就这破盒子，就这么换回来一座山。苏导师，我们发财了！发什么财？这叫原始资本的包积累，离咱们的目标还远着呢。乖徒儿，快数数，这够不够还清老夫的债务和再赌一把大的？数？怎么数？你来数吗？这起码有几百万块，数到猴年马月去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么堆在这里吧？你觉得今天这阵仗过后，整个万宝坊市，不是整个南域修仙界，还有谁敢来动咱们的东西？话是这么说，但问题还是得解决。林凡，在。苏导师请吩咐。你回一趟玉寿宗，去宗门账房给我借几个人过来，来我们天道集团上班，金酬翻倍。苏导师，账房先生他们可能不会来这儿。这是你历练的一部分，叫团队管理与资源整合，不然历练就不算完成。下次历练业务的费用涨价。是，导师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乖徒儿，要不咱们先去万宝阁消费一下？老夫看中那把玄天宝剑很久了，就是太贵了。消费你个头！你现在满脑子除了花钱还有什么？你以为咱们今天就高枕无忧了？钱都到手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去了，今天大家是图个新鲜，加上有托，等大家发现90%多开出来的都是垃圾，你觉得他们还会买吗？现在整个修仙界开会骂我们抢人饭碗，用不了3天，各种仿冒出现，咱们优势就荡然无存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建立我们的壁垒，把今天的胜利转化成别人无法模仿、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力。老家伙，我今天闹这么大仗，我是在打广告，我要让天道集团这4个字在1天之内响彻整个修仙界。现在广告打出去了，品牌知名度有了，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服务。你看那些离得远的修士买了盲盒怎么拿回家？万一路上被人抢了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就不敢买我们的东西了？这好像是个问题啊，那该怎么办呀？所以我们的下一个爆款项目已经呼之欲出了。走，老家伙，别趴在钱堆上了，带上钱，咱们回宗门。明天我要让整个修仙界再次为我们疯狂。这个便宜徒弟又要开始搞事情了。你说的下一个爆款项目到底是什么？快给为师看看，是不是比盲盒还赚钱？鬼才徒弟的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新奇玩意儿？这是什么新的符箓？不像啊，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。顺丰快送，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快的。
难道是什么加速法宝？这不是法宝，这是我们天道集团下阶段的核心业务，修仙界第一家专业猎物流公司。物流？流什么物？什么公司？就是把东西从一个地方安全、快速的送到另一个地方。盲盒太远，自己带不回去，只需要付一点点运费，我们送到他家门口。就这不是镖局干的活吗？护送点东西能有多赚钱？老家伙，眼光放长远点，我看到的是整个修仙界亿万市场。丹顶宗的丹药，万剑宗的飞剑，散修的秘境宝物，修士的情书、战书、节礼，哪样不需要运送？盲盒赚的是快钱，物流才是天道集团的血管神经，连通每一处，影响力无处不在，这才是真正的万世基业。听起来是挺厉害的，但是谁去送呢？就凭咱们两个，青云宗加起来才几十号人，根本不够塞门压的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谁说要我们自己送了？不自己送，难道让这些食草的灵兔去送？老家伙，还记得林凡是干什么的吗？玉兽宗少主，他们最会驱使飞行灵兽。没错，玉兽宗的千里寻，日行3000里，天生认路，最适合当快递员。让林凡调动10万只，配上统一标识和马甲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，他绑的不是林凡，是整个玉兽宗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乖徒儿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阴险啊？不是这么有远恋呢？少拍马屁，玉兽宗凭什么白给我们当苦力？所以得有合理的商业模式。商业模式，简单说就是怎么分钱。我的初步设想是，我们出品牌和管理标准，玉兽宗出鸟和人力当加盟商，负责具体的配送工作。乖徒儿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！人家辛辛苦苦跑腿，你坐着就拿3成。嘿，这叫知识产权和平台价值。没有我顺丰快兔的牌子和标准，谁信他们出了问题谁负责？这3成我拿的天当地要。等以后平台做大了，我要让他们求着加盟，到时候抽5成都有可能。跟我这徒弟比起来，天运赌廊那些放高利贷的，简直就是慈善家。苏老师，我回来了，信不辱命，我把我们门账房里最厉害的3个长老都请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这里有个新任务要交给你，这关系到我们天道集团的未来。去吧，我们顺丰快送的 CEO 拿着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回去说服你爹，让他成为我们伟大事业的第1个合伙。CEO， 这是什么职位？听起来比少主还要高大上。天道集团顺丰快送享商业计划书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第1年覆盖南域，第3年称霸修仙界，第5年目标星辰大海。我以为只是铲铲屎修心，没想到苏导师要让我执掌改变整个修仙界的计划。原来这才是红尘炼心的真正意义。苏导师，学生林凡何德何能，敢担此重任？这太贵重了。这小子被我忽悠缺了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林凡，我问你，什么是道？道是天地至理，万物本源。错，对我们天道集团来言，道就是让修仙界变得更美好。寒食是修己，而现在服务亿万修士，这是安人。先修己后安人，方能成圣，这才是你历练的终极目标。把儒家那套改就用上了，这小子肯定信。学生明白，导师放心，我定不负所托。他不同意，我就长跪不起。跪有什么用？你要学会用成年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先偷他9转龙血酒，再把他小妾的珠宝账本放他桌上，然后说第1年能赚500万上品灵石，懂吗？他是个商人，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从没想过能这么跟父亲谈判，这也算锻炼吗？去吧，记住，你是 CEO， 只要能达成目标，过程不重要。乖徒儿，你这洗脑的功夫比媚术还厉害。现在你让去掀他爹的宗主之位，他都敢干。这叫愿景驱动，只会铲屎没用，但一个有梦想的 CEO 能创造无限价值。行了，不说他了，林凡这边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做甚？难道你还想做盲盒？当然，盲盒是我们的基本盘，是现金牛，绝对不能停，还要加大力度。可是隐藏款都被抽走了，再拿垃圾糊弄人会被打死的。谁说没有隐藏款大奖了？你哪来这么多极品零食？昨天那块不是你的全部家当吗？商业机密，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的奖池永远有大奖。明天在万宝房租最大的广告牌，把零食用阵法供起来，写上今日大奖极品零食，这叫饥饿营销。只要大奖在，他们就会一直来抽。我这徒弟简直是把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光有大奖还不够，这把断剑包装成上古剑神配件碎片，限量100份，蕴含无上剑意。这些废丹就叫太上老君炼丹失败品，沾了仙气，吃了延年益寿。他的脸皮比青云宗后山的城墙还厚。还有这些废符，我们搞个集5幅换大奖活动，剪成5块，集齐换超级隐藏款。至于超级隐藏款，就装你的1根头发，说是第1剑仙玄机子的一缕剑意化身。你休想打为师头发的主意。好了，计划就是这样，老家伙别闲着了，开工！今天晚上生产3万个新款盲盒，明天一早让万宝方式再次为我们奋斗。我不是找了个徒弟，是找了个黑心厂长。天啊，真的是极品零食！昨天真的有人抽到了，今天居然又放了1块，太厉害了！今天一定要抽中！排队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人限购3个盲盒。
简简单单，又是丰收的一天。乖徒儿，还是你会玩啊！普通盲盒20零食一抽，限定款100零食，集5房换健翼护肤。给我来3个，给我来3个，我要5个限定款。我看出和谐了，谁有富强，我加钱换。到底谁有爱国啊？韭菜就是要这样一茬一茬的割。哦，第一单生意上门了，三太子熬饼，300零食，加急，要我好看。这三太子昨天还嘲笑我们是骗子，今天怎么下单了？他好面子，昨天丢了脸，今天想偷偷买盲盒找回场子。300零食运费，1个时辰送到东海进，这也太黑了吧！飞机要半天，我们的秘密武器可是快得很，所以才叫加急服务嘛。去吧，小可爱，顺丰快送，使命必达。这就是御兽宗的千里隼，这速度比老夫的飞剑还快，而且能进行短距离空间跳跃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千里隼，是林凡和他爹用秘法催生的变异种。为了空间石粉末能短距离闪烁，成功率极低，还损寿命。御兽宗自己都舍不得用，但林凡他爹咬着牙催生了3000只。乖徒儿，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只是给了他们一张天道集团的原始股认购协议而已。49%？那我们只占51%，这也太亏了。我们可是出品牌和技术的。不亏，我要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老板，才会心甘情愿卖命。而且董事长永远是我，我有1票否决权。脑子已经跟不上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吉祥物吧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快递不错，明天再送1000个，记住，还是这个时辰。送不到就淹了万宝坊市。天道集团的生意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疯狂扩张，盲盒业务持续火爆。修士们一边骂着吸血鬼，一边控制不住掏钱的手。顺丰快送异军突起，以惊人的速度和保障击垮了所有传统标局。如今无论身在何处，想买东西或送东西，第一反应就是叫个顺丰吧。御兽宗宗主最近走路都带风，半个月赚了过去10年的钱。苏总，还有什么新指示？要不要再催生一批闪烁隼？曾经穷得叮当响的青云宗也彻底翻了身。老玄，要不要把11那个自封的圣女之位给坐实了？我举双手赞成。玄机子现在的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，债务早就还清了，天运赌房都反过来欠了人情。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豪华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，只要偶尔出去当吉祥部，这小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。唉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老家伙，你要是闲得慌，可以去顺丰快送当个快递员。那可不行，为师可是集团2把手，形象代言人。苏总，玄长老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是丹鼎宗，他们禁止我们运送任何丹药相关物体，还联合7成丹药商铺抗制我们，说盲盒里是有毒废丹。他丹鼎宗算个什么东西？乖徒儿，我现在就去砸了他们的炼丹炉！砸什么砸？坐下。你以为这是意气用事吗？这是商业战争。我们的盲盒打破了他们对丹药的垄断，顺丰快送让丹药价格再也藏不住了，所以他们必然会反击。他们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快，手段也比我想象的要狠，一套组合拳打得有章有法。丹鼎宗背后有高人指点。苏总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销量已经下降30%了。慌什么？商业战争打的就是心态和现金流。他们想打，那我们就陪他们好好玩玩。他们以为封锁了渠道，我们就是死路一条吗？他们根本不知道，用户才是真正的渠道。传我命令，天道日报头版爆料，盲盒降价5成。最重要的一步，我要让丹鼎宗自取灭亡。听说了吗？前几天有人吃了盲盒里的丹药，修炼走火入魔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这么恐怖，我还想来试试手气呢。别试了，命要紧啊！丹鼎宗联合了城里所有的丹药铺，谁敢买天道集团的东西，以后就别想从他们那买到1粒丹药。为了一个破盒子，得罪丹鼎宗不值得。不买了。苏总啊，不是我们不仗义，实在是丹鼎宗的压力太大了。瑶，我爹的意思是，咱们顺丰快送要不要暂时避避风头？丹鼎宗已经开始拦截我们的闪烁隼了。掌门，依我看，苏11这次是玩的太大了。丹鼎宗根深蒂固，我们硬碰硬就是以卵击石啊！要不让他去道个歉，以后不卖盲盒了。都给老夫闭嘴！你们懂个屁！我们天道集团什么时候怕过事儿？丹鼎宗算老几？
想当年老夫纵横修仙界的时候，丹臣子他爸都得喊我前辈。怪徒儿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我们天道集团不出3天就要倒闭了。我昨天去常去的茶馆喝茶，老板都不收我零食，说怕我明天就跑路了。老家伙，你慌了？废话，能不慌吗？这可是全行业封杀，丹鼎宗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啊！咱们的钱再多，也经不起这么耗啊！销量下降，合作商跑路，再这么下去，不出1个月，我们真的要喝西北风了。1个月？用不了1个月，3天，我只要3天。3天？3天怎么了？3天后我们宣布破产吗？不，3天后，我要丹鼎宗跪着来求我。帮我砍一刀，乖徒儿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老家伙，你听说过人民战争的大海吗？我靠，免费领盲盒，还是价值100的限定款。免费？你想得美！要找人帮你砍价，砍到0才能领。用传心符向丹鼎宗长老发送指定口号。我的天，这天道集团是疯了吗？这是让我们去指着鼻子骂丹鼎宗啊！可是得罪了丹鼎宗，以后买丹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法不责众，这么多人参加，他怎么知道是我发的？再说了，那可是上古剑神碎片限定款啊！道友，帮我砍一刀，口号是天道盲盒，宇宙第一，丹鼎宗垃圾。妈的，不就是100的盲盒吗？老子即买！想买都买不到了。道友，砍一刀吗？我这里已经砍到99%了，还差1个人。天道盲盒，宇宙第一，丹鼎宗垃圾。苏瑶瑶，我丹臣子与你不共戴天！宗主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们每人都收到了不下10万条传云符，宗门声望已经崩塌，参与的修士多达1000万。根本没法追责。宗主，不好了，山门被人堵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？是全修仙界的修士，他们问您为什么把传音符屏蔽，害得他们砍一刀失败了。你凭什么屏蔽传音符？还我砍价自由，赔我限定盲盒！身为一宗之主，你的格局呢？宗主，护山大阵最多只能再撑1天了，要不把传音符的屏蔽解除了吧？我们耗不起啊！放屁！我丹鼎宗的脸面何在？宗主，快看天上！各位道友们，你们好啊！我是天道集团 CEO 苏夭夭，谁能第一个冲进丹鼎宗山门，把丹臣子的宗主宝座搬出来，谁就能拿到化神期大能体验符。祝你们好运！当我者死！为了体验符，丹臣子的宝座是我的。丹鼎宗的道友们，你们好啊！我是天道集团 CEO 苏夭夭。听说你们最近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。天道集团，他怎么敢？丹鼎宗信誉破产，只有天道集团能救你们。我以1成价格收购全部资产，全员可转岗盲盒产线或顺丰快送。护山大阵要破了，这是丹鼎宗唯一的活路，给你们1个时辰，要么接受帮助，要么……护山大阵破碎的那一刻，丹臣子感觉自己的道心也跟着一起碎了。冲啊！拿下丹鼎宗！师父救我！宗主，投降吧！罢了。
臣子道友，这份协议没问题，就签字吧。欺人太甚！丹道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叫市场行为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签了它，你当个名誉部长，大家都有饭吃；不签，我就带人走，外面修饰你们自己应付。我签。乖徒儿，你以后不会也这么对我吧？老家伙，你想什么呢？放心吧，我们是合伙人，是家人，我坑谁都不会坑你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仅仅3天，一个在南域屹立千年不倒的炼丹巨头，就这么被天道集团整体收购了。3天，仅仅3天，一个千年巨头就没了。天道集团恐怖如斯。丹部长，库存丹药价值几何？回苏总，约9000万上品灵石。这么多，9000万！库存太多，资金占用严重。林凡，在苏总。开启药品闪送100亿灵石补贴计划。100亿补贴？走吧，丹药事业部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我这个甩手掌柜也该去忙下一个项目了。下一个项目。盲盒解决灵石流，快递打通渠道，丹药把控生产，天道集团商业闭环已初步形成。可仅有这些远远不够，品牌还需文化内核，打造能风靡修仙界的爆款 IP。我决定筹备一场大型的修仙界达人秀。吞并丹鼎宗的震撼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久久未能平息。青云宗这个曾经凶得叮当响，如今却成了无人敢瞧续的庞然大物。您认识苏总吗？当然了，这修仙界现在恐怕是无人不晓了。我的天！吞并丹鼎宗，我们非但没花灵石，还净赚了这么多。丹鼎宗千年的库存啊，9000万上品灵石的丹药，现在全是我们天道集团的了。还有那些药钱，那些丹铺都能够给我们赚灵石。淡定，常规操作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掌门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完了？是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形势一片大好吗？你们自己看吧。他娘的，100年一次的万宗评级大典怎么提前了？还就在下个月。万宗评级大典，这是由中州3大顶级宗门联合举办的，针对整个修仙界所有宗门的一次综合实力评定。那不是正好，我们可以去凑凑热闹了。想要参加评级，每个宗门都必须缴纳一笔巨额的评级保证金。我们青云宗因为上次评级是黄级末的，这次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是100万上品灵石。多少？我们现在账上有多少灵石？现在集团账上能动的灵石不到10万。完了，交不出保证金，我们就会被直接从评级名单上除名。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定义为扰乱市场秩序，3大宗门就有正当理由对我们进行制裁了。行了，别嚎了，不就是100万灵石吗？多大点事儿？乖徒儿，这次的牛是不是吹得有点大了？这可不是搞个砍一刀就能解决的。怎么，剑道天才连这魄力都没有？丹药是硬通货，但变现慢，我们需要现金流，需要快钱。现在什么来钱最快？娱乐和金融，我们要把这2者结合起来。结合起来？怎么个结合法？选秀，我决定包下中州最大的换阵，举办中州达人秀。这个达人秀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场覆盖整个中州的大型才艺选秀比赛。还是没听懂。你们想想，在中州有多少修士空有一身才华，却因为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源？那跟我们要赚100万灵石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师尊啊，目光能不能不要这么短浅？那你说说，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就是有人在台上表演，有人在台下观看。想让偶像晋级，就要花费灵石，而我们就是操纵比赛的人。用灵石支持，怎么跟买东西一样？哎呦，老家伙，你终于聪明了一次。没错，就是创造他们的情感需求。虽然还是没太听懂，但能帮我们赚灵石就是好事。好，我的乖徒孙，青云宗全体弟子大力支持你。可这种比赛闻所未闻，会有人来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老家伙。那你给大家说说看。谁不想一夜成名？只要我们把噱头造得够大，奖品足够诱人，就一定能吸引来人。至于谁来当噱头嘛，
看我干什么？我需要你坐上评委席来镇场子。我不去，太丢脸了。求求了，我的好师尊！去，为师好歹是剑道天才。好你个老东西，那不给你分零食了。为师突然想通了，既然作为宗门一份子，还是要有责任心的。为师愿意为宗门做出牺牲。就这么定了，到时候你只需要看谁不爽就骂谁。现在开始分配后续工作。林凡，你去租下天水换阵。是苏总。掌门，你立刻派人去散播我们要举办活动的消息。没问题，大力支持乖徒孙。丹部长，我需要你组织人手炼制一批丹药，作为我们活动的奖品。好吧。是时候嘎波韭菜了。你是否觉得一身才华无处施展？你是否觉得漫漫仙途枯燥乏味？现在中州达人秀给你这个机会。乖徒儿啊，为师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别紧张，就让我们排练的来。本次冠军将获得至尊奖杯与进入太虚秘境的资格。太虚秘境，100年一开的成仙秘境，天道集团疯了，这可是3大宗门垄断的。报名！我苦练300年的百鸟朝凤终于有用了。下面介绍本次大赛的首席导师玄机子。坏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快去吧。虽然我们的标语是中州大舞台，有梦你就来，但你们的梦想在我的眼里不值一提。愧是曾经名震修仙界的剑道天才，这番发言也是给到后续选手不小的压力。老家伙演得不赖嘛。太狂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。这边看到3位导师已经落座，那我们就稍后准备开始。快点吧，我都快困了。仙子！3位评委导师好，我是来自百花谷的柳莺莺。舞姿绝妙，此舞只应天上有，小姑娘潜力不错。你叫柳莺莺是吧？是导师。我看你应该叫柳丫丫。你这跳的是舞吗？我看就像一只大鹅在扭来扭去，浮于表面，没有内涵。还有，你跳的舞是叫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对吧？这支舞的内涵是思念，是离愁，而我只从你的舞里看到了“快来夸我”这4个字。漂亮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玄机子前辈好专业啊！是啊，被他一说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这才是大师风范，一针见血。粉了，我就是玄机子导师的甜粉了。苏瑶瑶让我装出来的毒蛇人设还挺爽。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，下一个。奇技淫巧，下一个。道友们好，我是来自文经馆的李黑。没想到文经馆的人也来了，这我得认真看了。我创作了一首诗，名叫《志大剑仙》。哦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满堂花醉3000客，一剑霜寒16州。念的倒是流利，可惜诗句空洞，寓意浮于表面，再去历练历练心境吧。受教。没想到玄机子导师不仅剑道卓越，对诗词的造诣这么高。是啊，苏瑶瑶给的锐评攻势真好。说的太对了，原来我之前都看错了。加油，争取多挨几句骂。乖徒儿啊，为师这2天骂人骂得好累呀。怎么，平时不是看你老被枪，现在让你骂个痛快？为师总不能一直骂下去吧？什么时候能赚点零食啊？别急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在玄机子毒蛇导师人设的不断点评下，中州达人秀的热度持续飙升，而苏夭夭下一步的计划也马上就要到来了。各位道友，感谢支持中州达人秀。今天起，我们将进入更加精彩的晋级赛阶段。这晋级赛是什么意思啊？管他呢，我只想看我的莺莺。在晋级赛中，选手的去留将不再只由3位导师决定，1半的决定权将交到你们手中。这是我们天道集团推出的零食投票服，各位道友即可花费1个零食来购买，并为你支持的选手进行投票。什么？花零食投票？1块零食1票，太黑了！当然，我们一向以回馈用户为目标，同步推出应援大礼包，只要998上品零食，含万票，定制道袍和后台探班服，限量1000份，先到先得。998上品零食，疯了吧？998上品零食，这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啊？投票日今天下午正式开始，得票前3者晋级决赛。我买，我要2份，我要3份。莺莺，师兄一定支持你晋级。掌门，应援大礼包太火爆了，不到1炷香就卖了200多份，1份998上品零食，这凑齐100万指日可待呀！不愧是苏总，
这方法太厉害了！我要10份，支持那个5件的小哥。我要20份，支持我的小师妹。我买8份，支持全天的英修。老家伙，这个方法怎么样？乖徒儿，你这从哪儿学来的？太厉害了！这就是偶像的力量。瑶瑶啊，你这是我们宗门的救星啊！以后谁敢说你的不是，我第一个跟他拼了！行了行了，别搁这狼嚎了。每天骂骂人，零食就来了。乖徒儿，以后有这种事儿还叫我去。短短几天就把100万上品灵石集齐了，瑶瑶，你太厉害了！掌门这2天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，后面还有手段没用呢。乖徒儿，为师随时待命。行了，大家今天就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新的工作呢。遵命，苏总。这群家伙！各位道友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公布晋级赛排名的日子。英英是第1，太好了！选手们能取得如今的成绩，离不开各位道友的支持。顺应大家的热情，天道集团决定加码冠军奖品。加码？难道说还有新的大奖？本次中州大赛的冠军将会获得太虚秘境核心区域的独家带人探索权，并且将由我们的首席导师玄机子前辈亲自为其护法。天道集团在此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成绩，谢谢大家。独家探索，见到天才护法，宗门崛起有希望了。乖徒儿，你脑袋是不是烧坏了？这秘境就连巅峰时期的我都不敢随便进出的。怎么不相信你徒弟啊？为师肯定是信你的，但你刚才说的卫冕，这太虚令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这个啊，在丹镇子宝库里看到就顺手拿走了。是在说我？那你让我护法的事，这还不简单？到时候你在外面喝喝茶，布个阵法，别打扰人家不就得了？至于他们在里面嘎没嘎掉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。这也行？怎么不行？我们只说护法，又没说带飞，解释权当然在我们手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小子想的还挺周全。那是。那为师就放心了。去睡觉喽。道友，你今天投了没？我给英英投了，人美声甜。我给清泉投的，他的剑法太帅了。达人秀冠军加码奖励公布后，像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，让中州达人秀彻底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宗门粉丝、个人狂热粉都在疯狂投票。姐妹们，情况紧急！刚刚得到消息，隔壁剑心宗后援会又凑了10万块上品灵石，他们支持的古青宗票数已经超过我们家英英了。凭什么？那个家伙哪有我们家英英人美声甜？就是，我听说他私底下人品很差，还抢过同门的灵草。我们绝对不能输！英英那么努力善良，冠军必须是她的。嫣然师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你们去外面给英英拉票，灵石方面我来想办法。英英是我们万花谷的希望，绝不能输给剑心宗那群家伙。苏总有好消息！啥事儿这么激动？最近中州的男女老少都在买我们的应援礼包，都快忙不过来了。快去多招点人，千万不能耽误应援礼包的售卖。那我们的奖金能不能……放心吧，肯定不会少了大伙儿的。好嘞，我这就去招人。乖徒儿，日师的工资算得怎样了？天天睡大觉，早给你扣完了。不能够吧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不愧是我的好徒儿。对了，这几天赚了多少灵石了？喏，2000万上品灵石，怎么这么多？当然是因为道友们的应援太热情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说，宗门宝库里的那30万上品灵石到底去哪儿了？宗主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宝库的钥匙除了你和我，就只有少宗主有。我这半个月一步都没离开过宗门。玩长青呢？他不是去参加那个什么达人秀了吗？是的，去中州，把那个逆子给我抓回来！我那株养了800年，马上就要成熟的9转还魂草呢？谁偷了？灰谷主，前几天李嫣然师姐说，她要用9转还魂草去给一个叫柳英英的选手换投票符。李嫣然，你给我滚回来！我的丹炉，谁把我的镇派丹炉偷走了？我的法宝，我的降魔杵，我的灵兽，谁把我的白虎放跑了？不错，看来万剑宗的家底还是挺厚的嘛。这个柳莹莹也不简单啊，票数咬得这么紧。万花谷的那些女修实力可以啊。咦，这个雷音战神怎么回事？票数涨不动了。
苏总，我们这么搞会不会玩得太大了？我听说已经有不少宗门开始调查自家宝库失窃的事情了，万一被他们发现是自家弟子干的，再顺藤摸瓜查到我们，查到我们又怎么样？灵石是他们自愿花的，票是他们自己投的。我们天道集团从头到尾可没有逼过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，一个让他们实现梦想的舞台而已。他们自己为了梦想走火入魔，挪用灵石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再说了，我巴不得他们来查，事情闹得越大，达人秀的热度就越高，到时候就是总决赛收官的最好时机了。不好了，乖徒儿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外面来了好多人，都是各大宗门的宗主和长老，一个个气势汹汹的，点名要找你，看那架势，像是来寻仇的。寻仇？不，他们是来送灵石的。走吧，老家伙，我们的天使投资者们到了，该去开一场隆重的灵石项目说明会了。怎么还不来？好无聊。我们3大宗门代表来跟这个苏夭夭谈判，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到了。哎呀，3位宗主大驾光临，晚辈有失远迎啊。苏道友，你最近举办的那个什么达人秀，可把我们中州的各大宗门害惨了。我宗的宝库都被弟子们拿去应援了，还有我们万花谷的镇谷之宝都被我那孽徒拿去换灵石了。其余宗门也是事件并发，您作为这个比赛的主办方，是不是该为此负责？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自家弟子不懂事犯了错，长辈自然生气。但是我们要搞清楚问题本质，为什么各宗弟子会做出这种行为？还不是为了你说的那个什么太虚秘境？不对不对，思维短浅了。那你说是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梦想了。敢问在座的哪位不曾想过年少有为？只是这实现梦想的机会可谓是非常难得啊！而我们集团举办的达人秀给了他们这个机会，都快给我唬住了。听着好像有点道理，而且弟子们都在为这个机会去努力争取，这样的弟子才是宗门的未来啊！歪理，一派胡言。就算他们有梦想，这也不能成为偷盗的理由。唉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有个更好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你说说看。这是我们新推出的天才弟子培养与投资计划。我们集团可以先给你们一笔灵石作为补偿，但是你们要签协议，到时候太虚秘境的资源5-5分成。就算是5-5分成，也是一笔不小的买卖，不亏。里面应该有很多灵草吧？反正不亏。哦，对了，就算你们的弟子没有拿到冠军，我们也会给予一笔不菲的参赛费，各位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签。我也签。我也签。好，那就麻烦3位宗门代表回去通知其余宗门。乖徒儿真有你的，这就把他们打发了。为师正准备赶他们走呢。行了，别贫了，你这把老骨头动起来别散架了。也是。走吧，该去准备总决赛的事了。总决赛投票进入白热化阶段，谁能赢下最后的冠军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英英加油，清泉师兄加油！不知道今晚能赚多少灵石呢？玄七子，你给老娘出来！坏了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是谁啊？欠我的1000万上品灵石不准备还了是吧？还，当然会还，再宽限我几天。乖徒儿，快救救为师！别慌，林凡，快打开全部的流影石，开启直播。天魔宗圣女居然当众上门讨债，她可是圣女啊！你是谁？让玄机子那老家伙别躲在台下。我是他徒弟，灵石的事儿马上给你解决。乖徒儿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各位道友，正如大家所见，我们中州达人秀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踢馆嘉宾，她就是来自天魔宗的圣女莫清武。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全新的 PK 模式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的2位人气选手柳英英以及古清源将轮流接受莫仙子的挑战，而最终胜负将由全体观众投票决出。什么？还能这么玩？我宣布，踢馆 PK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挑战天魔宗圣女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你们说古清泉能不能接住圣女一招？英英加油，打败圣女！圣女加油！圣女大人，期待你的精彩表现。来就来，我可是圣女，谁要来挑战我？这圣女果然好胜，一会儿该去准备坐收应援灵石了。圣女大人加油，一定要打败那个剑兄！先从冷面剑君开始，清泉兄，请上台。
剑！区区剑修，不自量力！哇，不愧是圣女，一招就给剑军打倒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圣女的实力。但是我们的剑军虽败犹荣。这群人为了看个热闹这么疯狂。恭喜圣女拿下本场比拼。下面让我们有请甜心歌姬柳莺莺前来挑战。我跟她比弹琴。我走！你耍赖！莺莺选手面对圣女临危不乱，试图用音乐感化对方，这是何等的大爱！虽然被圣女制裁了，但是勇气可嘉。大家的掌声在哪里？应援票又在哪里？怎么失败了也能吹得有模有样的？这丫头什么情况？喂，你究竟是谁？圣女大人，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只是想跟你谈笔生意。看到没？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灵石已经超过300万块了。什么？宗门辛辛苦苦1个月才赚几10万块灵石。玄机子的那笔账我可以替他还给你。然后呢？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集团。痴心妄想！我堂堂天魔宗圣女，岂能与你们这些正道为伍？不，我不是让你叛出天魔宗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聘请你担任中州达人秀第2季的特邀导师，同时我们还可以跟天魔宗合作，到时候我们进行商业炒作，制造看点，赚来的灵石我们3七分，你7我3，如何？宗门最近灵石紧张，如果真能按他说的分成来，宗门弟子的生活应该能改善不少。怎么样，圣女大人，好好考虑一下，合作就能获得一个稳定的灵石收入来源哦。宗门金库真的已经空了。答应他吧，再没有灵石，弟子们就都要跑路了。为了几块灵石就低头，你是要给天魔宗丢脸吗？多嘴，不答应算了。但你今天耽误了我们选秀的进度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意，这笔账我们要跟圣女大人算算。谁说我不答应？说好了，我7你3，你不许反悔。没问题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今天时候也不早了，圣女大人请回吧。灵石稍后我会派人运到你们宗门。乖徒儿，那妖女怎么走了？她已经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了。什么？这妖女你都能给骗来了？什么叫骗？正经的战略合作，好吧？不说这个了，我有个新的主意。掌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掌门，食堂要炸了，3000弟子吃不上饭。掌门，3000弟子吃不上饭，他们堵在门口闹，说要集体退宗。什么？快去山下买灵骨，多雇几个厨子。没用的，灵骨都被买涨价了，不出半个月，家底就得被吃空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日理万机的掌门大人吗？怎么遇到麻烦啦？悠悠，我的亲生侄女，你可算来了！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宗门要被吃垮了！我说掌门啊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招人之前不先算算成本的？我这不是高兴过头了吗？你自己想办法。别啊，瑶瑶，只要你能解决这次危机，我就把后山灵兽园全权交给你打理，灵兽你随便签。成交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天道集团正式接管青云宗所有后勤业务，所有新入门的弟子食宿全免。全免。还有，他们必须与天道集团签订一份勤工俭学协议，每天需要为集团无偿工作2个时辰，用以抵扣食宿费用。美其名曰红尘历练，体验生活，而且我还能给他们发绩效奖金呢，这叫双赢。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山人自有妙计。走，林大少爷，去咱们的灵兽园视察一下。就这玩意儿能吃吗？看着就一股子土腥味儿。苏总，你可别小看他们，铁皮蛮猪繁殖能力特别强，一窝能生10几只呢。走，抓一头回去，我亲自下厨，给你们露一手。怎么？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信不过我？不，怎么会呢？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？这是
啊，苏总，杀猪之水红参不适合你，交给我吧。这肉也太老了，根本没法做啊！谁说这肉要直接做的？把这些肉给我剁成肉泥，越碎越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也太呛人了！废话少说，照我说的做。好像闻着还挺香的。来，林大少爷，你先尝尝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难吃？快吐出来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又香又辣，一点都不柴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味道还行，还算有那么点意思。我的天，这真的是铁皮蛮猪肉做的吗？太神奇了！苏小姐，你简直就是尸身下凡啊！好了，别吃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我们青云宗食堂的主打菜，立刻马上给我量产，越多越好。还在为吃不上饭而烦恼吗？全新零售外卖平台今日震撼上线，首推产品香辣零售宝，宗门范围内半个时辰送达，超时全额退款，汉堡白送。超时还白送，这天道集团疯了吧？这不是亏本买卖吗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坑，苏师姐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。不过那个香辣零售宝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要不我们点一个试试？来单了，东三区椅子号洞府一份香辣零售宝。送一单得一点绩效积分，能换零食丹药，多送几单。我就不信，半个时辰真能送到。道友，您的香辣零售宝，请查收。我的天，这么快！太值了，比辟谷丹强100倍，我要5星好评！快快快，这边肉饼要糊了，超时了要扣你积分的。还剩2刻钟，加油！前面那个谁，别挡道，我这单快超时了。林凡，苏总，啥事儿？通知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零售外卖正式向山下中州坊市开放服务。什么？开放坊市？坊市这么远，送过去肯定要超时啊！谁说要我们自己送了？不自己送，那谁送？当然是加盟商啊！是时候让修仙界感受一下连锁加盟和区域代理了。谷主，青云宗搞的零售外卖汉堡，最近在坊子里火得一塌糊涂。他们在坊子里招募代理商，整个坊子里已经有10几家挂着零售外卖招牌的店铺了。一个汉堡，用那种最低贱的铁皮蛮猪肉做的垃圾食品，这种东西也有人吃。谷主，他才10块下品零食，还管饱，我们一杯零茶都要100块，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竞争啊！哼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打小闹罢了。传我命令，所有酒楼全面降价30%，推出平价零食套餐。是。进酒楼吃饭多麻烦啊，还要排队，还要看小二的脸色，点外卖直接送到洞府门口，多方便。就是，修炼时间那么宝贵，哪有空浪费在吃饭上？多打坐一个周天不好吗？那些修士都选了继续点外卖，他们说外卖方便，还说我们的套餐偷工减料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谷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降价不行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传令下去，盯死青云宗的外卖员，我不想看到任何准时送达的外卖。该死，怎么抄了近路还这么多？拼了！两位道友，你们这是？小子，把你手里的食盒交出来！凭什么？这是客户的餐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就是想尝尝这香辣零售宝到底是什么味儿。小子，
算你倒霉。这点零食拿去看大夫吧。搞什么鬼？说好的半个时辰，这都1个时辰了。前天我的汉堡送来都凉透了，还被人踩了一脚。骗子，再也不点了，必须差评。太过分了！食神谷这帮混蛋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没错，乖徒儿，你下令吧，我亲自带队拆了摘星楼。你们的格局还是太小了，是莽夫干的事。一场危机就是一场商机。走，跟我去开新闻发布会，好好感谢一下食神谷。哼，我看他就是撑不住了，准备当众求饶吧。谷主英明。首先，我代表天道集团向所有客户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他居然真的道歉了，果然撑不住了。但是，我们的骑手兄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压迫和欺凌。大家请看，他们只想送份外卖养家糊口，有什么错？就因为动了某些人的蛋糕，就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天理何在？公道何在？太过分了！到底是谁干的？我昨天还骂了送餐小哥，真不是人啊！没想到苏瑶瑶竟然会来这么一招，卖惨博同情，这一招实在是太毒了。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们干的，妖女一派胡言。不行，现在跳出去，不就是不打自招吗？但是我们绝不会屈服。为了保障骑手兄弟的安全，我宣布推出2项全新福利：第一，骑手1练血，每位骑手保盒10万上品零食，若不幸身亡，将全部交给他的家人。我们绝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。被打一顿就能拿10万零食，这简直是送黄金啊！还有第2项服务，正式推出金丹期保镖护送业务。什么？金丹期当保镖送外卖？他不仅解决了问题，还又开了2条财路。为了一个破汉堡出动元婴，我食神谷丢不起这人。谷主，快把谷主带回谷中去！跟我玩脏的，你还嫩了点。钱多多被抬回去休养，食神谷的打压不了了之。苏夭夭顺势成立天道安保，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，零售外卖从中州开到南域各大主城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它不再只是一个餐饮品牌，更成了一种文化。各位叔伯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再让那个姓苏的妖女搞下去，我们食神谷就要关门大吉了。少谷主，我们也没办法呀，明着来我们斗不过他，我们的人现在连外卖员的边都沾不上，全都被金丹保镖拦住了。明着来不行，那就来暗的。他不是标榜自己的食物干净卫生吗？少谷主，您的意思是下毒？这万万不可啊！少谷主，下毒是自毁招牌，是修仙界大忌呀！一旦败露，我们食神谷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不仁之人都快被逼得要饭了，还讲究虚名。青云宗厨子李四儿子欠赌债，我们可以利用他，等零售外卖信誉崩盘，我们再以正义身份夺回民心。哼，一群老东西，最后还不是得听我的。嘿，这个柳莺莺唱的是真不错，人也好看。零售外卖有毒！先生，还我修为！杀人凶手，滚出来！一场足以将天道集团彻底摧毁的危机来了。苏瑶瑶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盘？然而他不知道，自己已经激怒了一个绝对惹不起的存在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我要那个女人的头！遵命。南明城分店被砸，3名弟子重伤，西河纺饰代理商宣布退出加盟。苏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快顶不住了。是啊，苏总，要不我们先把店都关了，暂避一下风头。我可以接受商业上的失败，但绝不能容忍有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伤害无辜的人。查，必须把那个内鬼给我揪出来。是。瑶瑶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要不你先出去躲一躲。躲？我若是躲了，岂不是承认这毒是我下的？我不仅不能躲，我还要亲自去给他们一个交代。你疯了！你现在出去，他们会把你生吞活剥的。那我也要去。小家伙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徒弟要去送死，你还睡得着？让他去吧，这丫头的脾气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什么？放心，死不了。我必须亲眼看看情况，才能找到解毒的方法。不好，有杀气！为了杀我，竟然派出了如此豪华的阵容。鬼影楼的杀手全都是金丹后期，还有半步元婴。苏夭夭，有人买你的命。食神谷的人，我们只管杀人，不问缘由。今天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师尊，这次徒儿怕是要给您惹麻烦。怎么回事？痛感为何迟迟没有到来？他们竟然全都僵住不动了。孽徒早就叮嘱过你出门带上我。师尊，哭什么？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敢动我的徒弟，就得付出代价。放心，我会还你一个清白。走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是要去医馆吗？让苏瑶瑶出来！天道集团还我公道！各位道友，请冷静，病人需要休息，我们正在全力研制解药。时间，我弟弟都快没气儿了，你们拿什么给我们时间？是苏瑶瑶，那个奸商来了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点我！谁再敢上前一步，下场就跟他们一样。苏瑶瑶身边的这个老家伙是个深不可测的绝世高人，这至少是元婴后期，甚至是化神期大能，是青云宗曾经的剑道第一人玄机子。前辈，我是苏夭夭，请让我进去看看病人的情况。苏姑娘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这些修士体内都中了一种极其阴毒的混合性毒素。怎么样，乖徒儿，有办法吗？有，这种毒虽然阴狠，但我恰好知道一种丹方。那还等什么？快练啊！练不了，主要全在一个地方——食神谷。钱宝宝太多了，他算准了，只有他有解药原料。岂有此理！我这就踏平食神谷。师尊，别冲动，我们没有证据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看着？当然不，我们要比他们更阴。你带人去食神谷摘星楼门口摆摊。摆摊儿？卖解药。少谷主，苏瑶瑶已经去了回春堂医馆。他这是黔驴习穷了，没有药材，我看他拿什么救人？少谷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慌张？玄机子带着人把我们摘星楼的门给堵了。什么？解毒盲盒，1万上品灵石，这老东西想钱想疯了吧？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我出1万，我买1盒，我出2万。别急，别急，人人有份儿。爹，我好了，神了，真的神了！大师，我也要买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苏瑶瑶到底怎么弄到解药的？为什么是盲盒？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家人怎么拉得更厉害了？是啊，这解药不对劲儿啊！都说了是盲盒，是药3分毒，另外7分看运气。10个瓶子里只有1个真解药，剩下9个是强效排毒丹。还能这么玩？这哪里是卖解药，这分明是抢钱啊！赌了，不就是1/10的概率吗？我再买1盒，给我来5盒，我就不信我运气这么差！都别跟我抢，我全包了。无数修士在强效排毒丹的威力之下一泻千里，场面壮观，气味感人。疯子，都是疯子！苏瑶瑶根本没想救所有人，她在赌人性，赌他们为了1/10的希望会不惜一切代价。寻宝鼠，苏瑶瑶她根本没破解丹方，她偷了我的药。解毒盲盒事件成了压垮食神谷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名声彻底臭了，生意一落千丈。各位前辈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我苏瑶瑶向来以慈悲为怀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不过亲兄弟明算账，现在食神谷就是个烂摊子。一成？不，是1折。各位别激动，你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不卖给我，不出3天，你们连1根毛都剩不下。好，至此
天道集团彻底垄断了整个南域的餐饮行业，形成了完美的商业闭环。师尊，咱们的版图是不是太小了点儿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三大宗门很久没刷存在感了，是时候让他们感受一下。食神谷被天道集团以1折的价格收购，在整个南域修仙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天道集团将整个南域的资源、财富和人心都牢牢地卷入其中。青云宗这个曾经穷得叮当响的破落宗门，如今已经成了南域最炙手可热的圣地。苏总，上个季度我们集团的总营收已经突破了3000万上品零食。知道了，零食收入还是太少，运营零食也太多，每天光发零食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让财务部做一份详细的资产典故报告。是。乖徒儿，你说咱们这新菜叫佛跳桥至尊披萨怎么样？把东海的八爪腰鱼、北地的雪山冰哈，还有西漠的火焰蜥蜴蛋，全都给我烤在一张饼上。师尊，咱能别糟蹋食材了吗？食神谷的百年招牌可不能砸在我们手里。胡说，这叫创新，是艺术。苏总，出大事了！三大宗门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下达封杀令，说我们天道集团扰乱市场、伤风败俗，是修仙界的毒瘤，要求所有与我们合作的商行和宗门立刻断绝一切往来。看来有人是觉得我们师徒俩太好欺负了。封杀令，他们也配？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个大的。传我命令，天道集团即日起推出一项全新业务——天道银行正式开业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药材断供，我们的丹药堂明天就要关门了，炼气阁的材料也都没了。这个月的法器订单全都要违约，都怪苏瑶瑶，非要搞得那么高调。这下好了，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。就是，好好的修仙不好吗？非要去搞什么生意？现在惹火烧，都给我闭嘴！当初分红的时候笑得比谁都开心，现在出事了就知道怪夭夭了。一群白眼狼！哟，挺热闹啊！瑶瑶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青云宗真的要完蛋了。掌门师伯，稍安勿躁。我刚刚宣布，天道银行正式开业。银行就是一个专门存借灵石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任何修士都可以将自己的灵石存入我们天道银行。灵石为什么要存到你这里？放在自己手里不是更安全吗？因为我们给利息，存期年益率3%，存定期1年年益率5%，存得越多越久，利息就越高。这不是亏本买卖吗？你们拿什么来付利息？这就要说到我们银行的第2项业务了——租借。师尊，干嘛？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们天道银行的第1任行长兼首席信誉官。以后谁敢在天道银行存借灵石不取不还，就由您亲自上门跟他们讲道理。既然如此，为师身为青云宗长老，为宗门分忧亦容辞。这个行长我当了。听说把灵石存进天道集团能生利息，真的假的？哪有这种好事？别是骗子！灵石在，我在，灵石师我亡。不要存灵石，我这里有3万上品灵石，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我要借灵石，我们铁剑门就缺一笔灵石，多买一批好点的飞剑，不然今年的宗门评级我们就要被除名了。短短3天时间，天道银行吸收的存款就突破了1个亿的上品灵石。这个数字足以让南域任何一个顶级宗门都为之震撼。没想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灵石战术，轻而易举的将3大宗门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。岂有此理！那个苏瑶瑶简直是妖女，用这种旁门左道之术蛊惑人心。宗主，我们派去威慑那些小宗门的人回报，他们根本不听劝告，铁了心要跟天道集团站在一起。一群见利忘义的蝼蚁！传我命令，3日之后兵发青云宗，我们倒要看看，是他那个什么狗屁银行硬，还是我万剑宗的剑更硬。苏总，不好了，我们银行的账户出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没灵石了。就在刚才1个时辰之内，我们银行所有的用户都集中前来，要求取走他们的灵石，总灵石超过了5000万上品灵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发行的那批担保的产品也被大量续回，我们的灵石池已经被彻底掏空了。我们现在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灵石来应付挤退啊！还灵石！还灵石！天道集团是骗子，快还我灵石！3大宗门兵临城下了，这个时候谁还敢把钱放在天道银行？万一青云宗被灭了，灵石岂不是打水漂了？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好吧，趁着3大宗门的联军还没合围，
我们跑吧。对，跑！有个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跑不了，天机阁的眼线遍布整个南域，我们无论跑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找到。更何况，青云宗是我们的家，天道集团是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。你们甘心就这么放弃吗？瑶瑶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听师伯一句劝，带着师尊和集团的核心骨干先走。只要你们还在，青云宗就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掌门师伯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和师尊，我们走了将面临整个修仙界的追杀，永无宁日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一把年纪了，像什么样子？不就是几千万灵石和修士吗？多大点事儿？老家伙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徒弟都要被人逼死了，你还睡得着？急什么？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，我徒儿还没慌，你慌什么？你去哪儿？困了回去补个觉，天大的事儿，等我睡醒了再说。林凡在，传我的命令，告诉储户们，天道银行有玄君子行长坐镇，灵石绝对安全。3天之内，所有人的灵石和利息都会如数奉还。啊！可是苏总，我们没灵石的。我让你说，你就说。是。掌门师伯，各位长老，从现在起，也请你们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跑路。启禀3位宗主，青云宗好像要跑路了。跑路？他们跑得了吗？具体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回禀阁主，我们安插在青云宗的眼线回报，从半个时辰前开始，整个青云宗上至掌门长老，下至普通弟子，全都在打包行李。打包行李？是的，青云宗掌门把他那个破丹炉都背上了，还有个长老扛着一张八仙桌，一边走一边哭，说舍不得宗门的一草一木。还有那个天道集团的 CEO 林凡，带着一群人在灵兽园里抓鸡逮鹅，说是路上要吃的干粮。整个青云宗现在乱成了一锅粥，就跟凡间的灾民逃难一样。这青云宗是来搞笑的吗？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大骨气，没想到就是一群软骨头，兵临城下就只知道跑路。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哦，天玄子道兄有何高见？那苏瑶瑶诡计多端，绝非寻常女子。她之前面对尸神谷的围剿都能绝地翻盘，这次跑路，我总觉得是她的缓兵之计，或者又是一个圈套。圈套？你的意思是他们是装的？很有可能，他们故意弄出这番景象，就是想麻痹我们，让我们放松警惕，然后他们再趁我们不备，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出重围。哼，雕虫小技，不管他耍什么花样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徒劳。传我命令，大军合围，将整个青云山脉给我围得像铁桶一样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许给我飞出去。这瓶猴儿醉可是我当年从10万大山的猴王那里拿命换来的，可不能磕了碰了。还有这坛龙榭香是东海龙宫的陈酿，喝一口能增10年功力。老家伙，你来真的呀？废话，不来真的能骗过天机阁那老神棍？可是我们真的要跑吗？跑啊！为什么不跑？不跑，留在这里等死啊！我徒儿鬼点子是多，但这次对面可是3大宗门，近万元婴金丹，还有3个化神期的老怪物坐镇，这怎么打？拿头去打吗？那瑶瑶她那丫头比谁都惜命，她早就把后路都安排好了。这是万里挪移符，我当年游林时得来的宝贝，一人一张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你拿去，分给几个信得过的长老。瑶瑶，我们往哪里跑？掌门师伯，别急，会有人来接我们的。青云宗众人听着，尔等倒行逆施，祸乱南域，天理不容，速速交出妖女苏瑶瑶，自废修为，解散宗门，或可饶尔等不死，否则今日便是青云宗灭门之日。远处的声音如同催命的魔咒，在青云山脉上空回荡。青云宗内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。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。青云宗，交出苏瑶瑶！瑶瑶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布置一个覆盖整个南域的流影式直播阵法。直播？
是苏瑶瑶，她在对整个南域进行流影式直播。什么？他想干什么？当众求饶吗？还是想博取同情？哼，无聊的把戏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什么吗？各位道友、各位前辈、各位正在收看天道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。我是天道集团的创始人兼 CEO 苏瑶瑶。首先感谢万剑宗、百花舞、天机阁3家赞助商为我们本次直播提供的宏大背景和紧张气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云宗的山门口，在我面前的是3位化神期的大能和他们身后近万名元婴金丹期的高手。没错，我们被包围了，现在的气氛非常紧张，我的心跳也很快，我的掌门师伯已经吓得快要尿裤子了。现在请允许我进入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第一个议程。妖女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给我上，踏平青云宗！且慢，李宗主，我劝你最好听完，因为这第一份报告就跟贵宗有很大的关系。根据天道银行的记录，万剑宗秘密抵押其宗门气运核心万剑图，以及镇派之宝天书剑100年使用权，借贷300万上品灵石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宗主怎么会？可是，那契约上的神魂气息，真的是宗主的呀！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胡说！李宗主，白纸黑字，神魂为证，你还想抵赖吗？若借款人恶意违约，将触发天道强制执行程序，届时9天之上的天雷将会亲自降临进行强制催收。天雷收缴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宗主，现在你还想踏平青云宗吗？你的万剑图可扛不住天雷哦。下面是万花谷，万花谷抵押百草园50年产出与驻颜天丹，借贷250万上品灵石。什么？要是天雷劈了百草园，你们的女弟子怕是要一夜白头啊！天机阁没有向我行借贷，但是天玄子前辈私卖了天机盘仿制品和所有宗门机密。你到底是谁？好了，关于3大宗门的债务问题，我们暂时先讨论到这里。下面我们进入第2个议程，关心一下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问题。我们天道集团之前举办了天道盲盒和中州达人秀2项活动，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修士消费观念不理性，攀比心理严重。为此，我们贴心推出了仙交成长贷业务。该业务没有抵押倒账，凭身份玉牌就可以申请最高10万下品灵石额度，随借随还。下面我将随机念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客户名单：万剑宗内门大弟子李不凡道友，盲盒风暴期间借贷88000下品灵石，已逾期3期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别激动，李道友，我们这里都有你亲笔画押的电子契约备份，你要是不承认，我不介意把它公之于众。下一个，万花谷亲传弟子仙音玉女柳英英。柳英英道友借贷15万下品灵石，购买应援灵符给自己刷票。不过柳仙子，你现在已经逾期2个月喽。天机阁少阁主王玄，万剑宗执法长老之孙赵日天。妖女，你该死！李宗主，你要是敢动一下，全修仙界都会知道你男扮女装偷看洗澡的事。你怎么会知道 ？VIP 客户私密档案 ，VIP 客户私密档案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冰冷寒意。他是怎么做到搜集到如此海量的私密情报的？众人下意识地看向天玄子。莫不是你将这些泄露出去？不是我卖的都是无关痛痒、已经过时的东西。最好不是你，要是你的话，我一剑劈了你。我的为人你们还不清楚吗？那苏瑶瑶是从哪里知道的？天机阁第一情报的名头，怕是要换人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安静一下。下面进入我们今天发布会的最后一个议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议程。
宣布，从此刻起，我苏夭夭以天道集团董事长的名义，正式向万剑宗、万花谷、天机阁发起全面收购。什么？这句话如同反无指湮灭弹，炸响在整个修仙界。妖女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，白日做梦！没错，我百花与宗门共存亡。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青云宗上山的山道上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，1个、2个、10个、100个，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了。这些人全都是受过天道集团恩惠的底层修士。李宗主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底气。你跟我作对，就是跟所有人的钱袋子作对。不用我动手，你们自己就会从内部崩溃瓦解。这不是阴谋，是最致命的阳谋。我引以为傲的剑，竟然如此苍白无力。现在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选择1，接受我的收购，3大宗门并入天道集团，从宗主到弟子成为正式员工，享受高额薪水和5险1金。选择2，拒绝，面对的是债务违约、天雷催收、黑料曝光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整个世界都在等待最终的决定。李建一的拳头攥了又松，内心的痛苦几乎将他撕裂。终于，他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在全南域修士不可思议的目光下，万剑宗愿降。这一跪碎了传统修士固守万年的骄傲与尊严。一个时代轰然落幕，花弄影、天玄子相继跪下，3大宗主齐齐跪降，近万名联军失去主心骨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最终黑压压的一片，尽数跪倒。不是万宗来朝，是万宗来相。青云宗众人呆立当场，仿佛置身梦境。剧烈的疼痛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看向苏夭夭的眼神，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折服。你竟然做到了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这个师尊好像越来越没用了。师尊，您刚才不是都打包好行李准备跑路了吗？胡说！为师那是配合你的演出，演技怎么样？逼真吧？逼真，特别逼真，尤其是你把猴儿罪装进行囊的时候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烂摊子你准备怎么收拾？老家伙，你还是不懂啊！什么烂摊子？这明明都是我们的优质客户啊！既然愿意成为天道集团一份子，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。这是员工手册和竞业协议，你们先拿回去好好学习。3天后，我会派人去你们3个事业部进行资产交接和企业文化培训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彻底沦为了天道集团的高级打工人。征服一个新手村，好像也没什么挑战性了。师尊，咱们的版图是不是太小了点？你又想干什么？师尊，准备一下，咱们天道集团明天准备敲钟上市。敲钟上市？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是时候去上界，在仙人的地界开创一番更广阔的视野了。